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4.81，收盘价是251.6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4.28，最低价是在242.6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上方，并且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38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快线以转折为水平方向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在逐渐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在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的反弹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一度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但是有多头力量的拉抬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相对高的位置，并且呢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。但是它的最高价并没有突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形成了头头低底底低，也就是这样一根两根 K 线形成的一个空头趋势。那日后如果股价没有一个带量的上涨，那有可能在这个位置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，给了两个收盘价的位置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45，另外一个位置会在248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，也是给了两个收盘价的位置，一个是在254附近，另外一个是在260附近。实际在10月2日收盘价是在251.60，出现了小幅的反弹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就是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反弹，很有可能会回档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上行，目前要想出现补量的上涨，它要突破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9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55附近。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移。好，我们说一下理由，因为目前股价出现反弹之后实际上在10月2日这样一个低开盘，然后拉抬到相对高的位置，出现了头头低和底底低的一个空头趋势，也就是两根 K 线建立的空头趋势。那么这样一来就完成了一个回档。那完成一个回档之后呢，股价目前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突破前高，对，也就是下方我们会看到有了底高，上方呢还差一个头高，所以目前股价想要继续维持自9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，那么它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突破255这个位置。好，因此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目标下移到255。那么如果255能够被站上，那上方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74。
那原先我们说的这个258，包括这个缺口都是压力位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会看到258在10月3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，也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个位置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，并不是股价要上行的目标。因为一旦突破255呢，就建立了头头高，下方有底底高，那么股价也很有可能会沿着这个多头趋势继续上行。那继续上行的目标一定是274，其他的都是压力位。那么这些压力位呢也很重要，也就是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压力位都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甚至是下行。好，那第3个目标依然是299。那我们说目前股价只有突破299才能恢复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因为下方现在有了一个底底高，上方还缺一个头高，所以279将是股价目前如果继续上行的最终的目标。好，上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55、274和279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对于10月3日如果下行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35，也就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它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是前低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继续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因为上方有了头低，下方呢再出现底底低，会继续维持着这样一个空头趋势。所以下方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35，第二个目标是228，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。那第3个目标就是212，跌破212，它的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，继续自7月19日以来的上方有了头低，下方还差一个底底低。那么跌破212将维持自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好，下方的3个目标分别是235、228和212。212是下行的最终的目标。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压力。实际上我们会看到，随着K 线向后运行，那么这个228原本是一个支撑位，当它和这条趋势线重合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应该是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50，也就是股价在250上方运行会收高，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。那到了10月3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是在254这个位置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说一下，把它设为盘中的观察位的理由，就是在10月3日盘中，股价如果不能突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在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做头而出现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会看到当日成交量在10月2日时呈现的是量缩，这样一个价涨量缩，如果没有补量的上涨突破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所以在10月3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254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强反弹的仓位，我们是在9月29日收盘价在250这个地方5%进场强反弹，或者叫进场做多。那到了10月2日，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是错过了盘后的交易时段，那么在9月29日收盘250，如果想要进场的话，
可操作性是在10月2日的盘前，而10月2日的盘前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低开，那也很有可能没有进场，但是如果有进场呢，应该是比250这个位置成本价会更低。对，好，我们说是有5%的进场抢反弹，在10月2日我们守的止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46这个位置。那么在10月2日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，而是出现了小幅反弹。那么这样一个仓位呢，很有可能如果在这个位置进场，那很有可能会获利出场了。但是呢，也有可能目前是继续持有，因为我们给的这5%的仓位的获利目标是在258附近。那么如果在10月2日还没有获利出场，那到了10月3日，我们给的获利目标依然是258附近。对，那么止损位我们依然设在246，还是设在这根十字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仓位的描述，但是在10月2日收盘价251.6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叫做加仓的，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因为目前的成交量是虽然比较大，但是它是呈现的一个量缩，对，所以呢，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在这个位置进场的，或者是加仓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54到上方的258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附近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261到262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74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50到249之间，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47到248之间，第三个支撑位是前低243，第四个支撑位是238。好，当然下方还有一个支撑就是23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10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小幅的反弹。如果是继续小幅的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3.5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小幅的反弹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。如果是出现小幅的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是到达254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小幅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3日的走势的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